一条墨鱼被鱼枪锁定了，鱼枪穿透身体的一瞬间变得苍白无力。清澈的海水孕育出高品质的墨鱼，而渔民却把它们一窝端了。一次出海就为他们带来了不少的经济来源。为了狩猎到墨鱼，渔民只好拿着鱼枪潜下水寻找渔获。凡是藏在石缝中的墨鱼都无法逃过渔民手中的鱼枪，被拖出来的墨鱼只能向后倒车。墨鱼头部下方还有一个硕大的喷口，当它感受到危险的时候，将肚子里面的墨汁从喷口处喷出，大量的墨汁瞬间喷涌而出，将整片海域也染黑了。可惜鱼枪已经牢牢地固定鱿鱼的身体，无论墨鱼如何喷出墨汁和挣扎都无法扭转结局。毕竟墨鱼这些伎俩在人类面前显得实在太渺小。接着另一只墨鱼在海底下被渔民的鱼枪锁定了，墨鱼还没反应过来，就直接被鱼枪扎了个透心凉。感受到疼痛的墨鱼开始不断地蠕动自己的身体，随后才将肚子里面的墨汁喷了出来。喷出墨汁的时候也让身体向后倒车，可惜的是力量悬殊，墨鱼自好被渔民拖得往上升。墨汁喷完时也代表了墨鱼的生命即将终结。很快4、5条优质的墨鱼就到手了。另一位渔民还继续在礁石处狩猎墨鱼，墨鱼也叫乌贼、花枝、墨斗鱼或者乌贼。海底下方大量的礁石是墨鱼栖息与觅食的好地方。墨鱼主要吃甲壳类、小鱼或其他软体动物，主要的天敌是大型水生动物。现如今看来，墨鱼最大的天敌是两脚兽。很快渔民又锁定了礁石缝处的墨鱼，拿着鱼枪快速的潜下水，在礁石缝处寻找墨鱼。细长的箭矢向着石缝中的墨鱼靠近，然后立马扣动扳机，将箭矢插入墨鱼的身体。被拖出礁石缝处的墨鱼还不忘喷出肚子里面的墨汁逃跑。可以说两脚兽已经成为地球上所有物种的天敌。为捕捉礁石里面的墨鱼，2名渔夫在两旁进行夹击，被戳到痛处的墨鱼从里面拖了出来，身体的皮肤变得非常的苍白。但为了反抗，还是将肚子里面的墨子喷完出来。在牛角珊瑚礁底部，又一条墨鱼被鱼枪锁定了。鱼枪射出的一瞬间，墨鱼的身体瞬间变白。被渔民拖出来的墨鱼已经失去生命的征兆，就算藏在石缝深处的墨鱼也无法躲避渔民的鱼枪。一旦墨鱼受到生命的威胁，就开始不断的挣扎，喷出墨汁。喷出墨汁的墨鱼只能围绕着箭矢打转。此时的墨鱼已经无力回天，等待墨汁喷完后就代表自己生命的终结。被拖出水面的墨鱼还不忘吐出最后一口口水。抓到足够多的墨鱼后，他们就开始准备吃饭补充能量。吃完饭后继续开工。这里的水质非常的清澈，孕育出来的墨鱼也是非常优质。一旦狩猎到墨鱼都要浮出水面，喷出来的墨汁将整片水面也染黑了。清澈的海水也能看清海底一切事物。海底的沙子非常的雪白细软，大量的礁石生长在细软雪白的海底沙滩里。这片区域的礁石是墨鱼最好的栖息地，而渔民却打扰了他们的生活，想通过喷出墨汁扰乱天敌的视线，从而逃之夭夭。可惜的是，他的天敌是两脚兽，任由墨鱼喷完墨汁也无济于事。狩猎上来的墨鱼被渔民牢牢地控制住，礁石缝处又一条墨鱼被渔民拖了出来，不断将肚子里面墨汁喷出来的墨鱼有一种向天升仙的感觉。一旦再次感受到危险的墨鱼，毫无吝啬地将肚子里面的墨汁喷完出来。失去生命的墨鱼只能随波逐浪。为了狩猎到石缝深处中的墨鱼，当地渔民会设计出长长的箭矢作为鱼枪的箭头，这样也会提高狩猎墨鱼的准确度。观察一番后，发现有2条墨鱼，渔民只好浮出水面商量对策。一番商量后，2位渔民开始在礁石两旁进行围堵。有些区域已经被墨鱼的墨汁染黑了，一旦将箭矢射出后，便立马浮出水面。被鱼枪射中的墨鱼也开始喷出墨汁，再次将这片海域污染。当然，墨鱼喷出来的墨汁是可以自行分解，周围的环境同时也会进行吸收和净化。将墨汁喷完的墨鱼身体显得非常的苍白无力。渔民会将墨鱼触须绑在一起，拿着鱼枪沉下水的渔民会在石缝中寻找墨鱼，同时通过游泳调整姿势来提高狩猎的准确度。未被鱼枪一枪毙命的墨鱼还没反应过来，就直接被渔民拖出石缝处，只能通过触须的蠕动进行反抗。一旦感知有生命危险，就喷出大量的墨汁。不断喷出墨汁的墨鱼还不断的被渔民向上拉扯，鱼枪直接穿透了墨鱼的身体。一旦狩猎到的墨鱼都被渔民绑在一起，接着另一条墨鱼也被渔民拖了上来。在生命终结时，墨鱼会将身上所有墨汁喷完。卧在沙中的墨鱼毫无征兆的被鱼枪来了个透心凉，感受到疼痛的墨鱼只好做出无谓的反抗。喷出来的墨汁非常有层次感，有种腾云驾雾的感觉，这也预示着自己即将升天。满肚子墨水的墨鱼竟然有如此残酷的境遇，而且被渔民绑在一起。墨鱼内心想着不求同年同月生，只求同年同月死，牺牲了自己，成全了当地渔民。这次狩猎渔获为渔民带来了丰厚的收获。拖着沉重的墨鱼向着渔船靠近，狩猎到的墨鱼拿到船上就可以开船回岸，回到岸上就可以将墨鱼现场解剖，解剖好的墨鱼就可以拿到店铺进行售卖，将所有的墨鱼拿到竹筐里
这样也是为了清除水分，重量足足有43斤。这就是渔民狩猎墨鱼的全过程。淤泥底下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值钱好货，竟然让渔民扣泥6尺也要将其捕捉到手？随着坑洞里的淤泥不断被扣泥人挖出地表，一条有着1米长的土龙在无处可逃的情况下，即刻从老巢中钻了出来。虽然隐藏在如此高深的淤泥底下，但土龙万万没有想到今天居然失了算，被蹲在深坑中的老六给直接逮个正着。唯有来世再做一条带纹身的辣条，从此不必前行在淤泥中打洞。那么今天将带大家见识一下渔民挖坑6尺捕捉土龙的过程。捕鱼摸虾两兄弟库里拉和拉库里今天又来到刚退潮的红树林里，他们专门过来捕捉一种叫做杂食豆齿鳗，这是一种价格昂贵的鳗鱼，又被当地人称之为土龙。想要找到它们的藏身之处，首先必须要寻找到淤泥地上的土龙洞。而拥有30年捕鱼经验的35岁库里拉，从洞口的造型便能够判断出这个洞府属于何种生物。随后便只是拉库里开始往淤泥里扣，刚把洞口扒开，便已经发现有活物不停地在里面蠕动。据此，根据他们多年扣泥捕龙的经验判断出，里面隐藏着的是一条手臂粗的土龙。随即二话不说，便拿起特制的铁铲扣起了淤泥。由于土龙的洞府狭小且修长，他们在挖掘的过程中需要根据洞穴的走向来判断开挖的方向，才能进行下一步大刀阔斧的扣泥击挖。在特制的铁铲辅助之下，大块的淤泥被迅速的挖掘出来。但是地下水也在不停地往地面上渗出，此时便能够再次证明土龙就在地底下不远处猫着。而在扣泥的过程中，需要一边挖掘一边将里面的水给舀出，同时必须在摸清洞穴的走向之后，才能进一步的扣泥挖土。为了尽快深入到土龙的洞府，两人使用了车轮战术进行扣泥，而且他们扣泥的速度也是出奇的快。但由于距离土龙的闺房还很遥远，泉水又在不停地往外喷涌而出，从而增加了挖掘的难度。此时可以从铲出的淤泥中可以看出土龙洞穴的直径大小。拉库里继续顺着洞穴延伸的方向不断的在深入，整个大坑也已经有了1.5米的深度。但由于泼出去的水还会从其他缝隙里不停的流入到坑洞中，此刻用于舀水的时间比起扣泥所使用的时间还要长，每扣出1块泥就要舀出10桶水，这也就增加了许多的工作量。但又由于土龙的洞穴并不是一直往下深入，而是从侧边进行延伸，因此他们只能将坑道挖成了战壕的模样。如此辛苦的扣泥作业，只是为了捕捉到一条价值1000元的土龙。挖得越深，土龙的体型也就会越大，再加上天然野生的原因，那么价格也会相应的变高。如此巨大工作量的扣泥作业，不得不让他们轮流上阵，这可比起挖煤来的还要艰苦不少。所以并不是谁都能够胜任这等辛苦的捕龙工作，除了要有赚钱的美好想法，还必须要有艰苦耐劳的意志。然而在不知何时才到洞穴尽头的扣泥过程中，还会让人怀疑下方是否真的有土龙隐藏其中，并且随时都能让你产生放弃的念头，直到消磨掉最后的一丝信念。此刻只有长期从事扣泥工作的当地渔民才能够胜任。刚挖好的坑洞随时都要面临塌方的危险，这在无形当中增加了许多的工作量。要是换做其他普通的捕鱼人，有可能会直接选择放弃。此时在两老表的相互配合之下，塌下来的泥土很快就被他们徒手给挖开，紧接着上方的泥水又跟着往下开始流淌。遇见这种难以控制的情形，能把人直接给逼疯在泥坑当中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淤泥和水已经完全混合在一起，变成了泥水，同时把拉库里的双脚完全埋没在了泥坑里面。然而此时经过两人千辛万苦的扣泥作业，土龙的尾巴终于露了出来，可以看出这里便是它的最深隐藏的，已经完全没有任何退路可言，只能从另外一个洞口进行逃离。虽然尾巴就在眼前，但是并不代表此时此刻就能将其捕捉到手。而且不讲武德的人类还必须往土龙的藏身处继续开挖，直到逼迫它退无可退，完全暴露在外。此时深藏淤泥底部的土龙只有骂娘的份。随着扣泥的双手顺着洞穴在不断的深入，居然扣到了另外一处土龙的出入口，从原来深藏在2-3米的淤泥底下逼迫其再次窜出了地表。居然用了他们最少半天的时间。在快到洞口的尽头，库里拉继续紧追不舍，完全不给土龙任何逃跑的机会，最终使其从另外一个洞口里钻到了地面。一场从头扣到尾的捕龙大战就此结束。不敢相信，当地渔民为了捕捉到一条1米长3斤重的土龙而大动干戈，竟然把毕生所学的扣泥技术发挥到了淋漓尽致。